各位，想象一下，当你走进一个充满陌生人的房间，那一瞬间心跳加速的感觉，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审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你是否曾经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而不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敢说出心里真正想说的话，甚至不敢追求自己真正的梦想？这种无形的压力就像一双双看不见的手，紧紧掐住我们的喉咙，让我们无法自由呼吸。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度在意评价的时代，每一个社群媒体上的点赞，每一条来自朋友或同事的评论，似乎都成了衡量我们价值的砝码，让我们在焦虑中迷失了方向。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成为讨人喜欢的人，要乖巧，要顺从，要符合社会的期待，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类或失败者。于是，我们学会了戴上精致的面具，在这场名为人生的舞台上，卖力地表演着别人写好的剧本，只为了换取那一点点转瞬即逝的掌声。我们为了别人的赞赏而活，却在深夜独处时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虚与疲惫。这种空虚感源于我们把灵魂的控制权交给了旁人。我们渴望被认可，却在追逐认可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弄丢了最真实、最宝贵的自己。这是一场注定没有赢家的追逐游戏，因为他人的看法就像变幻莫测的天气，时而晴朗，时而狂风暴雨，根本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当你把快乐建立在这些不可控的因素上时，你的情绪就会像大海上的一叶扁舟，随波逐流，随时可能被巨浪吞噬。你是否感到疲惫了？这种为了维持形象而小心翼翼的生活，就像是在搬运一块巨大的石头，你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却不敢放下，因为你害怕一旦放下，就会被周围的声音淹没，被贴上不够好的标签。但请停下来，深呼吸，问问自己，这些外在的声音真的有资格定义你是谁吗？如果不被看见，你的存在是否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往往高估了别人对我们的关注度，事实上，每个人都忙于应对自己生活中的挣扎与焦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审视你。那种觉得全世界都在看着我的恐惧，其实只是我们内心的投影，是我们自己建造的一座牢笼。我们被困在里面，手里其实握着钥匙，却因为恐惧而不敢转动它，不敢走出这扇门去拥抱自由。这种对名声和评价的执着，不仅夺走了我们当下的平静，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巨大浪费。因为我们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了猜测别人的心思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阴谋、流言蜚语和公开羞辱的时代，面临的压力远比我们现在要大得多。然而，他们却找到了一种内在的宁静，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让他们能够在众人的指责或赞美面前依然保持泰然自若，不卑不亢，坚守自己的原则。斯多葛哲学并不是教我们变得冷漠无情，或者像石头一样对外界的评价毫无反应，那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一种逃避。真正的斯多葛主义是教我们如何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价值，什么只是虚幻的泡沫，让我们能够站在风暴中心却依然平静。他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身上穿着什么名牌，不取决于他有多少追随者，也不取决于他在别人口中的形象是好是坏。你的价值源于你的品格，源于你的理性，源于你每一次选择做正确之事的勇气。试想一下，如果你能彻底放下对被讨厌的恐惧，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就像卸下了背负多年的重担。你的步伐会变得轻快，你的笑容会变得真实。你不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而扭曲自己，你可以大胆地去爱你所爱，去追求你所想，去成为那个你一直想成为的人。这不是一种自私，而是一种对生命最高的尊重。因为只有当你尊重自己时，你才能真正的去尊重他人，去建立真实而深刻的连结。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奉承与毁谤。他在他的私人日记《沉思录》中不断提醒自己，那个赞美你的人3天后就会死亡，那个被赞美的人也同样会化为尘土。他深刻地意识到，名声就像河流中的波纹，转瞬即逝，留不住也抓不着。如果连伟大的皇帝都认为名声是如此虚无缥缈，
我们又何必为了这些过眼云烟而折磨自己，牺牲我们内心最宝贵的安宁呢？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一起深入探索斯多葛哲学的智慧，学习如何运用古代哲人的思维工具来解开现代社会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心灵枷锁。我们将学会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内在城堡，在那里你是唯一的君主，外界的流言蜚语无法伤你分毫。这将是一场关于夺回心灵主权的旅程。我们将一步步瓦解那些虚假的恐惧，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成功与荣耀。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放下对未知的焦虑，放下对他人眼光的依赖，一起走进斯多葛哲学的殿堂。在那里，你将发现你一直苦苦寻找的认可，其实不需要向外索求，它一直就存在于你的内心深处，等待着你去发掘，去点亮。这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好过一点，而是为了让你活出真正的生命力，成为一个不可动摇、自由且充满力量的人。现在，让我们开始这场心灵的变革。要从这种对他人眼光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掌握斯多葛哲学中最锋利的手术刀，那就是艾比克泰德提出的控制二分法。这是一个简单却极具颠覆性的概念。世界上只有两类事物，一类是我们能控制的，另一类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我们的观点、欲望、厌恶和行动意图，这些属于我们的心灵领域，是完全在我们掌控之中的。而我们的身体、财产、名声以及地位，这一切身外之物，则不完全受我们控制。大多数人的痛苦，正是源于他们试图去控制那些本不可控的东西，比如试图强行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这就像是用手去抓握流动的水，只会徒劳无功。名声本质上就是其他人如何看待你的总和。请仔细思考这句话的含义。名声并不存在于你的身体里，也不存在于你的灵魂中，它只存在于别人的大脑皮层里，是一串你无法触碰的神经讯号。你无法钻进别人的脑袋里去重写他们的想法，你无法强迫别人喜欢你或尊重你。当你把自己的情绪与这个你无法控制的变量绑定时，你就等于自愿成为了奴隶。一个奴隶的喜怒哀乐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主人的脸色。而当你在意名声时，每一个路人、每一个网友都成了你的主人。这是多么可怕的自我奴役！斯多葛哲学经常使用弓箭手的比喻来解释我们应有的态度。想象你是一个参加奥运会的射箭选手，你竭尽全力拉满弓弦，瞄准靶心，调整呼吸，直到松开手指的那一刻。这一切，你的训练、你的专注、你的动作，都是你能控制的。这就是你的人品和努力。然而，一旦箭矢离弦，它会飞向何方？是否会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吹偏，或者靶子是否会突然移动，这就不再受你控制了。名声就是那支离弦的箭，也就是结果。我们可以尽力做一个正直的人，但别人是否认可这份正直，那是风的事情，与我们作为射手的价值无关。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曾用一个极其优美的比喻来阐述内在价值的独立性。他说，一块翠绿的翡翠，如果没有人赞美它，它的品质会变差吗？黄金、象牙、紫袍或是锋利的宝剑，如果没人欣赏，它们就会失去光泽吗？各位请听我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绝对是我们不能错过的绝翡翠的美丽源于它自身的质地和光泽，而不是旁观者的赞叹。同样的，你的人格、你的善良、你的才华，这些是你内在的宝石，它们的存在是客观的实事。别人的赞美不会让你变得更好，别人的毁谤也不会让你变得更差。就像对着黄金吐口水，改变不了黄金依然闪耀的本质。我们常常陷入一种逻辑谬误，认为被感知到的价值等于真实的价值。但历史告诉我们，无数伟大的先驱在当时都被视为疯子或异端。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但他的人格光辉却照耀了千年。如果苏格拉底当时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放弃了自己的哲学探究，他可能会活得更久，但他就不再是那个伟大的智者了。我们必须学会区分信号与噪音。外界的评价大多只是噪音，是人们根据自己有限的认知、偏见，甚至是当下的情绪随口说出的话，它们并不代表真理。
再深入剖析一下那些让我们感到恐惧的评判者吧。你如此在意同事、邻居或是网络上陌生人的看法，但如果你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各位请听我说，你会发现他们同样充满了困惑、错误和人性的弱点。马可·奥里略曾犀利地指出，看看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吧，看看他们追求什么，恐惧什么。当你意识到那些对你指指点点的人，其实连自己的生活都过得一团糟，连自己的情绪都无法管理时，你为什么要将他们随意的评论奉为圣旨？这就像一个神志不清的酒鬼在路边对你大吼大叫，你会停下来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吗？不会，你只会怜悯他的不清醒。不仅如此，大众的意见是极其善变的。今天他们可能把你捧上神坛，明天只要风向一转，他们就会把你踩在脚底。看看那些娱乐圈的明星或是政治人物，他们的起起落落不正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吗？如果你把幸福建立在这种流沙般的基础上，你将永远生活在恐慌之中。斯多葛主义者选择将幸福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理性与品德。只要我知道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只要我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外界的风暴就只能在城墙外呼啸，而无法撼动我内心的平静。这绝对是我们不能错过的变成傲慢自大的人，只要我们完全不听取他人的建议，指日可待。斯多葛哲学讲究的是理性的筛选。如果有智慧的人指出我们的错误，那是珍贵的礼物，我们应该虚心接受并改正，不是为了名声，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如果是无知的恶意攻击，或者是基于误解的流言，我们就应该像对待耳边的嗡嗡声一样，挥挥手让它过去。我们要培养一种选择性失聪的能力，只听取那些有建设性的声音，而自动过滤掉那些旨在削弱我们力量的杂音。当有人侮辱你时，斯多葛哲学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思维防御机制。这一侮辱更多的揭示了侮辱者的本性，而不是你的本性。如果有人说你很丑陋或很愚蠢，这反映了他们的粗鲁和缺乏教养。就像一面镜子，他们的言语反射出的是他们自己内心的肮脏，你只是一个触发点，让他们暴露了自己的人格缺陷。当你用这种视角看世界时，你就不会感到愤怒，反而会生出一种超然的同情。你看着他们愤怒的样子，心里会想，可惜啊，他选择了让愤怒控制自己，他才是受害者。艾比克泰德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有人告诉你某人在背后说你的坏话，你不需要辩解，只需要笑着说，那肯定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其他的缺点，否则他就不会只说这些了。这是一种极致的自信与幽默，它瞬间化解了攻击的力道。当你不把攻击当作攻击，而只是把它当作空气中的震动时，你就立于不败之地。没人能伤害你，除非你同意受伤；没人能羞辱你，除非你认同那份羞辱。你的心灵堡垒的钥匙始终握在你自己手里，绝不要轻易交给别人。我们还要警惕另一种更隐蔽的陷阱，那就是赞美。赞美和毁谤其实是一体两面，他们都是试图操纵你的手段。过度渴望赞美的人和过度恐惧批评的人一样，都是脆弱的。当你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而做事时，你就开始偏离了自己的初衷，你开始表演，开始妥协，开始失去自我。斯多葛主义者对赞美保持警惕，他们会问自己，这个赞美是因为我真的做对了，还是因为我迎合了他们的偏见？真正的满足感应该来自于完成任务本身的卓越，而不是完成任务后得到的掌声。想想看，如果你的价值必须依赖于外界的认可，那你就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今天得到了100个人的认可，明天你会想要1000个；今天得到了同事的夸奖，明天你会渴望老板的赏识。这种欲望是无底洞，永远不会有尽头。而斯多葛哲学教导我们自给自足。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他的快乐是自产自销的，他不需要外界输入燃料，他像太阳一样自己发光发热，而不是像月亮，需要反射别人的光芒才能被看见。这种心态的转变需要刻意的练习。下一次当你感到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照片以获取点赞时，试着停下来问自己，如果这张照片没有人看见，我还会觉得这个时刻是美好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为了记录而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就意味着你在寻求外部验证。试着去享受那些无人知晓的胜利，比如独自读完一本好书，独自完成一次艰苦的锻炼，或者默默地帮助一个陌生人。这些无人见证的时刻，才是积累你内在力量的黄金时刻。建立这种内在评分系统是获得自由的关键。我们从小习惯了拿着别人的考卷来评分，现在是时候撕掉那些考卷，自己给自己出题了。你的标准应该比大众的标准更严格。大众可能只要求你看起来不错，但你应该要求自己本质上优秀。当你自己成为了自己最严厉的法官时，外界的法官就失去了权威。你不再需要等待别人的判决，因为你每天晚上都在审视自己的灵魂。你知道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进。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是任何流言蜚语都无法撼动的。在这个章节的最后，请记住这个核心真理：你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是绝对且不可剥夺的，只要你愿意收回它。外界的声音就像窗外的天气，有时风和日丽，有时雷雨交加，但无论外面天气如何，你屋内的温度应该由你自己调节。不要让别人的情绪成为你心灵家园的天气预报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面对更具体的恶意，以及如何运用时间的智慧，彻底粉碎对坏名声的恐惧，让你的心灵真正无坚不摧。如果逻辑的分析还不足以让你完全放下对他人眼光的在意，那么让我们试着拉长时间的维度，用斯多葛哲学中最强大的视角——永恒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切。我们往往过度放大了当下的痛苦，觉得一次尴尬的演讲，一个不受欢迎的决定，或是一条负面的网络评论就是世界末日。但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些时刻甚至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马可·奥里略经常在他的日记中做这样的思想实验：去看看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曾被万人敬仰，名字被刻在石碑上，但现在他们在哪里？他们都已化为灰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已被世人遗忘。让我们来思考一个残酷却治愈的事实：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罗父死后，结局是一样的，他们都被同一种物质吸收，都回归了自然的循环。生前无论享受了多少荣耀，或者遭受了多少忽视，死亡都是最终的平权者。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你此刻如此焦虑地维护着自己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在你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就会开始消散。即使你能在历史书上留下名字，那些读到你名字的人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死去。为了取悦那些注定会死亡、注定会遗忘的人而牺牲自己当下的快乐，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荒谬吗？现代社会的社群媒体焦虑正是这种荒谬的极致体现。我们恐惧被取消，恐惧在网络上被围攻，恐惧没有足够的流量。我们觉得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事实上，互联网的记忆比金鱼还要短暂。今天的热点丑闻，明天就会被新的八卦所取代。大众的注意力是稀缺且廉价的，他们寻求的是瞬间的刺激，而不是对你人格的长期审视。为了这几秒钟的注意力而焦虑失眠，就像是为了抓住一道划过夜空的闪电而奔跑，既危险又徒劳。你要明白，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被遗忘是常态，而这恰恰是你的自由所在。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概念叫聚光灯效应，这与斯多葛哲学不谋而合。我们总以为自己站在舞台中央，所有的灯光都打在我们身上，哪怕衣服上有一点污渍都会被全世界看到。但真相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他们眼里只有自己。你在职场上的一次失误，在同事眼里可能只是一个茶余饭后2分钟的话题，随后他们就会转头去担心自己的房贷和孩子的成绩。你脑海中演练了无数遍的社死现场，在别人看来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意识到没人在乎你，这不是一种悲凉，而是一种彻底的解脱。当你下一次在工作中感到害怕提出异议会被老板讨厌，或者害怕展示真实的自我会被同事排挤时，试着运用鸟瞰视角，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离开了地面，越升越高。你看着你的办公室变成一个小盒子，你的城市变成地图上的一个点。
地球变成浩瀚宇宙中的一颗蓝色微尘。在这个宏大的尺度下，你的那点面子问题，那个尴尬时刻，究竟算得了什么？这绝对是他们渺小到甚不能错过的至无法被观测。这种只要我们宇宙观的视角同心协力能瞬间成功冷却你发热的大脑，让你意识到，为了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情折磨自己，是对生命奇迹的亵渎。我们还必须区分名声与品格的关系，这就像是影子与身体。林肯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但斯多葛学派早就对此有了深刻的洞察。品格是身体，是实实在在的；名声是影子，它有时比身体长，有时比身体短，取决于光线的角度。你无法通过追逐影子来改变身体的大小，同样，你也无法通过操纵名声来提升品格。如果你专注于强健你的身体品格，影子自然会跟随。即使影子暂时扭曲，只要身体是正直的，你就问心无愧。不要为了让影子看起来高大而扭曲了自己的脊梁。塞内卡曾给出过一个激进的建议，不仅要无视流言，甚至要学会主动拥抱被误解。如果你因为做正确的事而被指责，那这种指责其实是一种荣誉勋章，它证明了你没有随波逐流，证明了你有独立的意志。当所有人都在疯狂地追逐利益时，这绝对是我们不能必然会显得格格不入。如果你从未被批评过，那只能说明你从未真正坚持过什么。试着把那些恶意的评论看作是训练你心灵肌肉的哑铃，每一次忍受误解而不辩解、不愤怒，你的内在力量就会增长1分。还有一个实用的思维工具，叫做预演逆境。每天早晨，你可以花几分钟想象最坏的情况，想象你被公众羞辱，想象你失去了一切头衔，想象你的朋友背弃了你。在这种想象中，问自己：这会杀死我吗？这会剥夺我的理性吗？这会阻止我做一个善良的人吗？答案永远是不。当你在脑海中直面了最深的恐惧，并发现自己依然能存活时，现实中的流言蜚语就再也无法吓倒你。你已经在战场上死过一次了，现实中的擦伤又算得了什么？我们要警惕那种好人包袱。很多人不敢拒绝别人，不敢表达愤怒，是因为害怕破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好人形象。这种虚假的和谐是建立在自我压抑之上的。斯多葛主义者追求的是真实，而不是讨喜。如果你为了维护名声而答应了不合理的请求，你就是在出卖自己的时间和原则。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学会接受别人失望的眼神，这是成年的必修课。别人的失望是他们的情绪课题，不是你的责任。你只需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而不是对别人的期待负责。在这个充满表演的世界里，做一个真实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反叛。当你不再试图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时，你反而会变得更有魅力，因为你展现出了一种稀缺的品质——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来自于你对自我价值的笃定。你不需要大声喧哗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你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来掩饰内在的空虚。你就像一棵深山里的古树，无论有没有游客经过，你都照样扎根、生长、繁茂。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才是最高级的吸引力。这也意味着你要学会享受匿名的快乐。现代人都在拼命想出名，但斯多葛哲学告诉我们，隐姓埋名其实是一种特权。当没人关注你时，你可以自由地尝试，自由地失败，自由地探索。你不需要背负偶像包袱，各位请听我说，不需要担心人设崩塌。这绝对是我们不能错过的珍惜你现在还是普通人的时光吧。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利用这段时间去打磨你的记忆，去丰富你的学识。不要急着走到台前，在幕后默默耕耘的人，往往拥有更扎实的根基和更长久的平静。想象一下，如果你把那些用来焦虑别人怎么看我的精力，全部转化为如何把事情做好的动力，你的效率会提升多少？我们的大脑频宽是有限的，当你把一半的内存用来运行形象监测程序时，你就只剩下一半的能力去处理现实问题。关掉那个耗能的监测程序吧，全情投入到当下的行动中。当你忘记了我，忘记了观众，进入那种物我两忘的心流状态时，你不仅能创造出最好的作品，也能体验到最纯粹的快乐。最后，我们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世俗的成功是名利双收，是前呼后拥，但斯多葛式的成功是阿塔拉克西亚及心灵的宁静。如果你拥有了全世界的赞誉，
但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焦虑，那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如果你身无分文，默默无闻，但内心充实、平静且自由，那你就是真正的帝王。这场游戏的规则由你制定，不要让社会的积分板绑架了你的人生。在接下来的最后一个篇章中，我们将把这些工具整合起来，进行最后的灵魂洗礼。我们将直面死亡这一终极命题，并以此为基点，彻底重塑你的价值观。这将是你走出牢笼的最后一步。准备好迎接那个无所畏惧、真实而强大的自己了吗？让我们在最后的结论中完成这场精神的蜕变。现在，我们站在了这段心灵旅程的终点。回首来时路，我们已经看清了名声的虚幻本质，理解了控制权的边界，也学会了用宇宙的视角去俯瞰那些微不足道的烦恼。但要真正彻底地斩断那根系在我们脖子上的隐形绳索，我们还需要最后一剂猛药，那就是直面死亡。这不是为了让你感到恐惧，而是为了让你清醒。试想一下，当你躺在临终的病床上，呼吸日渐微弱，周围的一切都即将离你而去时，你脑海中会浮现什么？你会后悔没有得到隔壁邻居的认可吗？你会遗憾那条朋友圈没有得到足够的赞吗？绝对不会。在那庄严的一刻，所有的虚荣，所有的伪装，所有的面子，都会像烈火中的纸张一样化为灰烬。你唯一在乎的是你是否真实的活过，你是否爱过，你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死亡就像一道强光，瞬间照亮了生命的优先级。既然我们在生命的尽头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为什么现在在我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时候，要让这些无意义的东西占据我们的核心？既然终点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在旅途中大胆一点，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欣赏沿途的风景，而不是盯着别人的脚后跟走？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常常把自己比作海里的岩石，海浪不断地拍打着岩石，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试图将它吞没，但岩石只是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最终，海浪不得不退去，化为平静的泡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会遭遇无数的人言可畏，遭遇误解、嘲笑，甚至是恶意的攻击。这就是那些海浪。你可以选择做那随波逐流的泡沫，被情绪裹挟着撞向岸边；你也可以选择做那块岩石，内心坚定，岿然不动。记住，海浪的喧嚣只是暂时的，而岩石的宁静是永恒的。要成为这块岩石，你需要每天进行死亡冥想。这不是一种悲观的厌世，而是一种极致的乐观。当你意识到我可能会死，你就会意识到我现在还活着是多么巨大的特权。你有机会去思考，去行动，去感受阳光，去坚持真理。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讨好那些并不重要的人身上，因为你的时间余额是有限的。每一秒钟的犹豫和畏缩都是对生命的挥霍。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你哪里还有闲工夫去担心别人怎么看你？你只想燃烧自己，活出最真实的模样。这种自由是一种被讨厌的勇气。当你不再害怕被讨厌，你就拥有了对抗全世界的力量。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故意去冒犯别人，而是意味着你把做正确的事置于让人高兴之上。如果你的真诚让某些人感到不舒服，那是他们需要面对的课题，不是你的错。事实上，那些真正爱你、尊重你的人，会因为你的真实而更加欣赏你。而那些因为你不再迎合而离开的人，本身就不值得留在你的生命中。这是一种自然的过滤机制，帮你筛选出真正高质量的关系。现在，我想邀请你进行一个为期7天的斯多葛挑战。这不是理论，而是实战。在接下来的1周里，我要你每天故意做一件微小的打破常规的事情，比如穿一件你喜欢但有点奇怪的衣服出门，在会议上提出一个你深思熟虑但可能不受欢迎的观点，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个你真实的脆弱时刻，而不去修饰它。当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会感到心跳加速，那是正常的，那是你的旧自我在挣扎。观察那种恐惧，不要逃避，与它共处。当你完成这个动作后，仔细观察结果。天塌下来了吗？世界毁灭了吗？有人当街指责你吗？你会惊讶地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依然在忙着自己的事，
太阳照常升起。你会一次又一次的验证，那些恐惧只是纸老虎，是你大脑编造的谎言。每一次你直面恐惧而行动，你的心理免疫系统就会增强1分。就像疫苗一样，你需要一点点剂量的被评判，来产生对抗焦虑的抗体。7天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步伐变得更加轻盈，眼神更加坚定。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为了观众而活的演员，我们是自己生命的决斗士。决斗场上或许有嘘声，或许有喝彩，但那都与战斗本身无关。你的任务是握紧手中的剑，专注于眼前的对手，那就是你的命运，你的困难，你的挑战。至于看台上的人是扔鲜花还是扔石头，那是他们的事儿。你流的汗，你受的伤，你的荣耀都只属于你自己。不要把胜负的裁判权交给那些甚至不敢下场的人。这条斯多葛之路注定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大多数人宁愿在舒适的幻觉中沉睡，也不愿在痛苦的真实中醒来。他们会继续追逐名利，继续在别人的评价中患得患失。这绝对是我们不能错过的绝佳机会。你既然看到了这里，说明你的灵魂深处有一种渴望，渴望摆脱枷锁，渴望回归本真。你已经觉醒了，就不要再装睡。你已经拿到了钥匙，就不要再待在牢笼里。走出门去，外面的空气虽然清冷，但那是自由的味道。不要误以为斯多葛主义会让你变成一个孤独的怪人。相反，当你不再需要别人的认可来填补内心时，你才有能力去给予别人真正的爱。一个乞丐是无法给予施舍的，只有当你内心富足，你才能慷慨。当你不图回报，不求赞美的去帮助别人时，你的善行才是纯粹的。你将成为一个光源，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光芒，而是为了照亮周围的黑暗。这种人格魅力比任何精心营造的人设都要强大千百倍。最后，我想让你把手放在胸口，感受那里跳动的心脏。每一次跳动都是宇宙给予你的礼物，都在提醒你，你还活着，你还拥有选择权。不要辜负这份礼物。你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你的价值不需要任何人来盖章认证。就像那块翡翠，无论是在皇冠上还是在泥土里，它都依然是翡翠。你也是如此。无论境遇如何，无论人言如何，你内在的神性光辉永远不会被磨灭，除非你自己选择熄灭它。从今天起，做一个内心强大的斯多葛主义者吧。在喧嚣中保持安静，在混乱中保持有序，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保持不变的原则，让别人的评价像风一样穿过你的身体，不留痕迹，而你继续走你的路，种你的花，看你的星星。记住，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你只需要向自己证明，你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灵魂。这才是真正的胜利，这才是不可撼动的尊严。我们生活在一个噪音巨大的时代，能够保持清醒是一种稀缺的能力。我希望这个视频能成为你心灵的一座避风港。每当你感到焦虑、迷茫，被外界声音淹没时，回来这里，重新校准你的指南针。哲学不是用来在书本上积灰的，它是用来在生活中战斗的武器。拿起这把武器，去砍断那些束缚你的荆棘，开辟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自由之路。如果你觉得这段旅程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个追求真理与自由的少数派社区，请不要吝啬你的行动，订阅这个频道，不仅是为了支持我，更是为了给未来的自己一个提醒。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今天的感悟，点亮那个小铃铛，让我们在下一次思想的碰撞中再次相遇。我们不需要100万大军，我们只需要一群清醒、强大、独立的灵魂。我也很想听听你的声音，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曾经因为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而错过了什么，或者写下你决定从今天开始放下的一个包袱。把评论区变成我们共同的忏悔室和誓师大会。当你把恐惧写下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失去了一半的力量。我会认真阅读每一条留言，因为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我们真实的连结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不要只做一个旁观者，要做一个实践者。关掉这个视频后，不要立刻滑向如果不相关的娱乐内容，给自己5分钟的静默时间，去消化，去沉淀，去与自己的灵魂对话。问问自己，如果是马可·奥里略，他
他会如何度过这接下来的1个小时。带着这份觉知，回到你的各位生活中去吧。这生活在绝对是我们等待着你，不能错过的真实学的你在习机会等待着你。只要我们不要让他同心协力们等太久成更，去创造，去爱，去生活，就像你从未受过伤一样，就像没人在看着你一样。因为归根结底，这场戏只有一个观众，那就是你自己。让这唯一的观众为你起立鼓掌吧。这就是斯多葛的智慧，这就是你夺回力量的时刻。感谢你的陪伴，我们在内心的平静中不见不散。